给大家看一下我种的手指柠檬，开了好多花，哈哈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最近我收到好多私信，大家都问我，用什么设备啊，或者怎样成为一个 UP 主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具体用的哪些设备。其实呢，我的设备真的是非常不专业，但是既然大家这么想知道，那么我就介绍一下，稍微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没多少，就这4样：稳定器、运动相机，还有这个收音麦，跟这个无人机。而且这4样全部都是出外景会用到的。然后其实我在室内呢，就只是这一台相机就够了，佳能 80D。其实这个 80D 的相机真的不推荐，因为第一个它太重了，第二个它只能拍1080P 的。这个相机加上这个稳定器之后呢，这么大，这样子让我举着它去外面拍 vlog， 真的是招摇撞势。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不敢一个人这样子拿它出去外面拍 vlog 的最大原因。另外呢，还有这2盏补光灯。然后由于我搬到这个小房子拍视频的时候呢，好多小伙伴说，我说话有回音嘛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，这种隔音棉粘在这2边，回音效果就稍微好一点。所以说总体上我的设备还是非常简单的。然后这个稳定器跟这个运动相机呢，其实刚开始我比较纠结的，我不知道是选这个稳定器还是选这个运动相机。其实这个运动相机呢，你去外面这样子去拍 vlog， 其实也是够用，但是它的收音跟画质真的跟相机真的是没得比，你那些要体现那种美食的一些镜头呢，真的必须得用相机。所以我后面就没办法，又买了一个稳定器，因为你不上稳定器的话，出去外面拍 vlog 的话，真的太过于抖了。而且我也希望我的画面啊稍微好一点，不要大家一看起来啊抖抖抖。然后这个无人机呢，真的是纯粹是装逼用的，也稍微加点高空的画面呢，确实是看起来整体上是不一样的。好吧，由于之前我出外景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我的声音稍微站远一点，声音就很小；稍微站近一点，声音就很大，整体收音呢就很糟糕。然后我就问了我们的波之火舞，是他介绍的，然后买了这个麦。啊，这个麦就是说这边一边连接相机，一边可以夹在这边。然后我那些烤鸵鸟的外景视频呢，就是用它这个收音的，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在室内收音呢，我就更喜欢用这种收音麦，它收起来音质方面呢，我感觉会更好一点，因为它这个实在是太贴近喉咙了，你稍微吃点什么东西或者吞一下口水，它都很清楚。然后这种总体声音我不太喜欢，然后我就只有在外景的时候才用。然后还有这种视频经常出现的稍微比较重要一点的东西呢，就这个发胶了。亮照。总体上呢，我的设备就是很简陋，就仅够用嘛，然后也没有说很贵很高档，而且这里所有设备都不是我一开始一做 UP 主就买的，我一开始是用手机拍的，然后后面慢慢挣点钱存点钱呢，就买了一个相机，慢慢的为了我的画面更好一点呢，我稍微有宽裕一点的资金呢，我就买了一些2手的能用的，我是希望尽量我把画面拍得更稳更漂亮一些，所以就导致了我一直没钱去换这个手机。当然总体上我觉得这些设备什么其实很虚，真正的话还是靠你的内容。如果前期拍视频你资金比较有限的话，那你肯定没必要买那么多东西，先买一个必须的相机就可以了，因为你以后做内容的话，那真的是烧钱了。这就是我拍视频的整体环境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就介绍一下我剪视频用的电脑。这个还是我6、7年前自己去组装的一台很便宜的电脑。然后我用的是 PR 剪的。其实我之前不会 PR 的，我是直接在 B 站上面学的。本来这个电脑呢是跑不动这个 PR 的，可以。然后我后面呢我就买了一个2手的1060的显卡，然后这个显示屏呢实在是太老了，然后很多那种污点嘛，我这样拍是拍不出看不出来了，所以呢我就本来是想换了一个这种4K 的显示屏，但是呢我忘记了我的电脑带不动这4K 的显示屏，所以就只能让它放在这里吃灰。所以呢我的下一个目标呢就是想换一台好一点的电脑，因为毕竟它这个真的是应该有7、8年了，然后很多都老化了，然后现在开个机都差不多要等个5、6分钟吧，所以非常老了，所以我这手机可能要拖更久一点。不过最近它的电池越来越不耐用了，
可能也顶不了多久，好吧？那本期的我的设备分享呢，就到这里了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一些小伙伴会有一些帮助，而且最主要的，我也是一个正在刚刚起步，都还没好好站起来的小 UP 而已，所以咱们一起努力吧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